现在我们看到木匠师傅做的这块短方子，在我们湘西这边是叫做销杠，也就是在木板的中间要安装这样的一根销杠。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，一头大一头小，两边的尺寸是不一样的，它的底部要更宽些，上面更窄一些，相当于这一块销杠是安装在木板里面。这些木板是一块一块散的，通过这样的一块销杠把它串联起来，变成了一个整体。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。整栋木房子基本上都是靠着这样的榫卯结构去装修，包括建房子的时候打的这些榫眼、榫头，全部都是榫卯结构。整栋木房子建下来，几乎没有用到钉子。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，家里面装修木房子，要用到一些，比如说销子，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钉子之类的，都是用竹片来做。那些竹片呢，首先要放在火塘上面，不是熏腊肉的地方吗？有个地方把它放在那里几个月，通过烟熏把它熏干，然后把它用斧头劈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就像钉子一样的。有些木板，有些立柱和方子之间不是开的有一些槽吗？要用这样的一个销子全部打进去，起到了一个铁钉的作用。实际上这个作用是挺大的，铁钉时间久还会生锈，像这样子竹子做的销子，它是永远都不会生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做好的销杠，就是这个形状的，底部更宽些，上面更窄些，这一头小些，那一头大些。现在就开始拼接这些木板了，都是杉木板，已经做好了公木榫，也简单的拼接在一起，但是中间就要用到这样的一根销杠了。拼好了之后，中间要开一个槽，
待会儿就把小钢安装进去。我让我再盖上搁去啊，万来钱功夫盖上。现在木匠师傅用到的这个工具叫做槽刨，槽刨还槽刨，也就是开槽的手推刨。我才发现啊，光是这样的手推刨都有很多种，还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。实际上，每一种手推刨它的用途都是不一样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槽刨是什么样子的，它的底部不是平的，这个形状的。这个是第一次见吧。现在用到的这个又叫做什么角刨，这个一推出来就是一个斜面的。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底部是一个斜角。现在就准备要安装这根销钢了，我们来可以看一下。销钢的两头，一头大，一头小，这头小一些，这头就要大一些。销钢基本上要买4×6的方子，这样子做出来效果比较好。销钢也不能太小了。在我们当地，这个步骤呢叫做镶板子，相当于这块板子就镶好了，然后可以拿出去晒一下，大概晒个1天到2天左右，就可以装上墙板了。这边的杉木板也要开始镶成一整块的了。之前在这边晒了好几天，这一堆木板是前2天木匠师傅刚刚清理出来的。镶板子也是一个技术活啊。我发现做木匠真的挺不容易的，这门手艺啊真的很难学，主要还是靠多年的一个经验积累吧。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些板子，表面看它是清好了，两边也开好了个木榫，实际上每一块板子它还是有点点，就是说弯的，不是那么直。现在镶板子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要把这些板子拼接起来变成一个整体，所以也是靠着木匠师傅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做。有些板子可能你换一个边，它做出来的效果又不一样了。像这边的板子要镶的小块一些，
因为2块嵌缝之间间隔更短一些，所以用到的小杠也很短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木板和木板之间还是有很大的缝隙，待会儿经过处理了之后，基本上这些缝隙就看不到了。这样子轻轻的一敲，这些公榫和母榫就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已经镶好的板子，公榫和母榫已经很好的贴合在一起了。板子和板子之间基本上也没有缝隙。木匠师傅的工具真的很多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锯子挺有意思的。这个造型也是第一次见。这块板子基本上也镶好了。这边是有一点点缝隙的，后期还可以再处理一下。没有多久的时间，这块板子就已经镶好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块板子是比较大、比较长的，用到了2块削钢。这块板子刚刚我问了木匠师傅，他说是堂屋背后不是有面幕墙吗？这块板子就是安装在那块位置，宽度是1.2米，长度是2.4米左右。可以看到严丝合缝，没有一点缝隙。同样的也要搬出去再晒一下。这些板子镶好了之后，要在太阳底下晾晒那么1-2天，它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缝隙，然后再拿去装墙板，两边一挤压，这些缝隙就看不到了。实际上，装修木房子最好的天气，就像我们现在冬天是比较好的。别看夏天太阳很大，晒得太急了，对于板子影响也比较大。所以要等到
冬天，像我们湘西这边，冬天吹的风是干风，特别干得快。比如人的嘴唇，它都是有点裂开的。这个干风啊，比夏天太阳暴晒还更干得快一些。所以之前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装修这栋木房子，我一直都没有告诉大家，实际上也是等着冬天的时候开点太阳，吹着风，这样子再来装修木房子会更好一些。现在我们看到木匠师傅正在镶的这块板子是很有讲究的。木房子的堂屋中间的那块墙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不是更宽一些？也就是2块撑方中间的那块墙板要宽一些。现在木匠师傅镶的就是这块板子。这块板子有好几个讲究的地方，要用到9块小的木板来镶成一大块的板子，只能是单数，不能是双数的。而且这块板子的，注意一下看，也就是这根树锯的板子，树根的位置要朝下，统一都是这样子摆放。朋友们啊，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讲究？而且我们看一下，用到了9块板子，中间的那块板子是比较宽、比较饱满的。两边再用到了4块板子，一般的尺寸是3尺8，所以说也是建了这栋木房子，我才懂了一些建木房子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吧。包括之前我给大家分享过，我们装堂屋的楼板不能在中间接，要在两边接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这个应该是传承了几千年留下来的一个传统。我相信很多地方，做木匠的师傅应该都懂的。这2块板子都在50公分以内。像这样的板子，我们这栋房子有4块，是比较小的。要先把这4块小的安装好。今天把板子全部镶好，然后呢，把榫头做出来。明天的话就要开始安装这些板子了。朋友们啊，这是上午镶好的板子。大概晒了几个小时吧，这中间就有点小小的缝隙了。实际上这不影响，故意给它晒出这样的缝隙。再去装的时候，在两边的挤压，它这些缝隙就看不到了。这些板子今天镶好，大概晒了1天吧。明天的话，我们就要准备开始装这些木墙板了。到时候再为大家来分享怎么去做的。确实啊，木匠的工作真的工作量挺大的，挺不容易的。我觉得这样一块一块小小的板子镶成了这么大的一块板子，而且是严丝合缝。你们觉得师傅们的手艺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